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豆皮草的 Real Talk。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就是近期比较火爆的一个事件，就是我们的 Nike 告我们的 StarX 这一个事件。那这件事情在整个球鞋界、潮流界其实是蛮大的一个事件，至少在国外讨论度其实非常高，因为两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公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看一下，跟一些我的看法。那在开始之前，还没订阅豆皮潮的 Real Talk 们，先订阅起来并开启小铃铛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 StarX 为什么会被我们的 Nike 告呢？因为在近期 StarX 出了一个东西，就是 NFT。那 NFT 这个东西我自己是没有接触太多，但是很多朋友、很多球鞋界的其实都有在玩 NFT。那这一块 NFT 我就不多说，那因为我自己不是非常懂。但是在 StarX 出了这一个 NFT 之后，那它的 NFT 就是用 Nike 的球鞋去做。那他是说，你买了这 NFT 后，你可以换一双真的 Nike， 但在这个 NFT 上面的价钱会被人家炒高，因为你可以买也可以卖，就是跟球鞋一样。可是同样的东西，比如说被炒到700-800块的 NFT， 但它的鞋子只有200-300块，那你为什么要花700-800块的东西去换一双200-300块的鞋呢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成分存在，所以某种程度其实是一个像骗局一样的一个东西。那这一块东西，因为 NFT 是一个很 hype、很热门、大家讨论度很高的东西，所以 StarX 也出了一个做了这件事情，发了这个 NFT， 其实就有点惹怒 Nike， 那 Nike 就是盯上了，在这2个月还是2个月，他自己跟 StarX 就是买了鞋子，然后已经买到4双假的鞋子。那我不知道他总共是买了几双鞋，里面有4双假的，还是应该不可能只买4双，就是4双都是假的，这样就太夸张了。可是，在2个月内你买到4双假的鞋子，其实也还是蛮严重的。那这一块来说，就是 Nike 就是咬定就是要去告 StarX。Oh my god！ 那这一块我个人的看法是， StarX 不知道会怎么去做这个处理，因为如果说真的到最严重的话，最后 StarX 上面不能卖 Nike 的东西，其实对整个球鞋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因为在好几年前，其实还没有 StarX 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在买卖球鞋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自己定价。你觉得这双鞋的价值在多少？你要卖多少？别人要花多少钱买？其实这个市场不是这么透明的，就是你自己喊价，别人愿意买就买，不愿意买就去找别人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那 StarX 出现后，我一开始也不理他，因为我的那时候的本业我就是卖鞋子，所以我也不理他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可是当后期他1-2年后，他的用户非常多，那大家都是以 StarX 去比价，说哦，这个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所以到后期其实也没办法，你还是要去跟着 StarX 去走。不管是店家，不管是任何买卖家，其实都有被 StarX 做这个影响。那你去球鞋市集，人家也会去看说，现在这个鞋子200-300块，在 StarX 上面你怎么卖400-500块？那其实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每个人的成本就是不一样。那一个店家，他的房租、他的员工这些费用加上去，他的成本就是不一样。他怎么可能去卖一个东西去做赔钱生意呢？所以这个买卖东西就是这样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就去跟别人买，因为他也没有强迫你一定要买。大概是这样子，我对 StarX 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，但是 StarX 其实对
很多一般卖家就是他没有客源的，他买了一些原价鞋，他想要卖，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放在 StockX 上，然后你就卖掉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去跟其他人交易，你还要去找客源，然后你还要去卖给客人，你还要去做很多的这个客服。其实如果你的数量多，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麻烦的，所以在很多一般大多数的卖家其实都是卖 StockX 或者是 Go 上面直接去卖给他们，然后你就可以拿到钱。如果你的东西是真的，因为他们有验的这个东西，所以 StockX 对整个球鞋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这一次的事件不知道会如何，因为如果 Nike 说他这个卖假鞋的程度的比例如果是很高的话，那很多人就其实是会很害怕。像我自己，我都不在 StockX 上面买东西，基本上除非是非必要我才会，但是正常来说我都不会在 StockX 上面买东西。但我知道很多人他没有管到，他一定要在 StockX 上买东西，所以 StockX 这一块。对我个人我是觉得还是希望他能继续在做这个经营，因为很多东西还是直接去卖 StockX 这样。以上就是今天对 StockX 这一件 Nike 告 StockX 这件事情去做一些去讨论。那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跟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我是豆皮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